1400年，燕王朱棣在晋南之役时南下攻占德州，正好路过一个村庄，鞋里窜出一个穿粗布衣服的壮汉，一下子拉住了他的马匹。朱棣愣住了，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山野小村里会冒出这么不怕死的人。只见此人倒头就拜，草民空有一腔热血，却报国无门，希望燕王能够给小民一个机会。朱棣制止了准备拿下此人的随从，问：你胆子倒是不小，敢拦我的坐骑，说说看你有什么本领。此人也不说话，向随从借了一把弓箭，搭弓拉弦，瞬间飞逝而去。眨眼间150步开外的一个牌子正在中心。这个人名叫纪纲，明史对这段故事的记载是：纪纲扣马请自效。纪纲录了这一手，令朱棣惊叹，如此剑法的确是他身边需要的人才。于是纪纲成为了朱棣身边的护卫，在靖难之战实力下赫赫战功。1402年，南京城破，朱棣如愿坐上了皇位，开始论功行赏。这一次十分独具眼光，同时也需要十足胆量的政治投机，给了纪纲高额的回报。纪纲不仅善骑射，还善于察言观色，因此很快获得了朱棣的欢心，被任命为中义卫千户。建文4年6月，朱棣即位后，纪纲由于在朱陆景清的瓜曼超案件中积极表现，被升任锦衣卫指挥使，令点禁军司诏狱。说通俗点，就是当上了特务头子，耳目遍布天下，专门打探臣民的隐私，汇报给皇帝。纪纲先前上过学，当过儒生，但几年的读书经历并未熏陶出多少个人修养，反而是纪纲内心中阴鸷酷烈的一面占了上风。最终纪纲因为不守本分被赶出师门，这才有后来投奔朱棣的事。按说纪纲曾受过儒家仁义教育，虽便身份为锦衣卫帅，亦应有其道德的底线。但事情恰恰相反，纪纲充当了朱棣最凶残的打手。纪纲按照朱棣的密旨，四处收集臣民的隐私把柄，被朱棣以为心腹。纪纲还擅长察言观色，对那些朱棣不满的官员们，纪纲都毫不留情地痛下毒手，也因此得到朱棣更多的信任，甚至因此擢升都指挥军事，仍掌锦衣卫事，从此开启了高军直领锦衣卫的先例。从朱棣即位直到永乐14年，这15年时间里，纪纲可谓横行朝野，屡造冤案，杀害官民不可胜计。显然永乐初期锦衣卫权势的骤升，是朱棣夺位后的政治需要，纪纲等人的所为也是朱棣的纵容。纪纲等人是朱棣制造恐怖政治的工具。史书中说，帝以篡得天下，欲下多用重典。因为朱棣靠兵变夺取皇位，多少有些的为不正的心虚，但就像自卑往往表现出极度的自尊一样，朱棣为了掩饰这种心虚，选择了毫不宽仁的严刑峻法，用恐怖来统御臣民。不过文武之道，一张一弛，朱棣对此把握的可谓得心应手。他替朱棣清理了建文那些不肯归顺的旧臣多达数万人，在民间广播耳目鹰犬，谁敢对朱棣不服的，说朱棣坏话的，统统被杀。明史记载，纪纲灭建文朝忠臣数十族，亲属被戮者数万人。纪纲的行为虽极其残忍，但深得朱棣喜欢，很快成了朱棣的心腹。纪纲也趁得宠之际大发横财，他夺官船运输，将官盐数百万斤进入私囊，再加上他掌管诏狱，犯罪官员的生死几乎都掌握在他的手里。他以替人求情为名，大肆骗取钱财，骗他们交钱就可以免去死罪，等到收了钱就立刻将他们处死。同时他不断排除异己，建立威信，逐渐地成了一个谁也惹不起的人物。人称冷面寒铁的浙江按察使周新，因为缉拿纪纲手下一个做坏事的武官，直接被纪纲捏造罪名害死。纪纲虽家有妻妾成群，却偏要和大将薛禄抢一个道姑。薛禄可是在靖难之役中立下赫赫战功，颇得朱棣赏识，也是官位显赫的人物。最终因为薛禄先一步把道姑收入房中，纪纲竟当着众人的面重锤打薛禄的脑袋，险些把薛禄打死。即便这样，薛禄也不敢还手。纪纲当时权势熏天，跟他作对的统统没有一个好下场，大家能忍则忍。对此，各大臣在朝堂上纷纷上书要求惩罚纪纲，可朱棣却不予理睬。朱棣给予纪纲的宠信和至高无上的权力，使他越来越飘飘欲仙。他感觉在这皇宫里已经没有人能够降得住他了，甚至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了。自古以来，只有皇帝才能用太监，
而纪刚居然敢私自阉割数百幼童藏家里侍奉他。他还率人抄没靖王、吴王家财，没收二王府邸财产无数，甚至偷走了王爷的朝服冕旒，动不动就在家穿上宴请各大官员，就狂妄到如此地步，都没有人敢举报他。徐皇后去世后，朱棣下令选秀女，负责人还是纪刚。他色胆包天，竟先从中挑出16个肤白貌美的，对属下说：“把这几个送到我府上。”纪刚张狂到就连皇上的妃嫔都是他挑剩下的，此事依然没有人敢向皇上提起。纪刚不比寻常的武夫，被人视为心性狡诈之辈。总体看来，他应该算得上是永乐时的一名酷吏，但其实他的诸多所为，主要也还是在迎付朱棣的喜怒，并非一味残杀。比如他当初与高咸宁同为济阳儒学生，算是同校的校友。靖难时燕军攻打济南，高咸宁做周公辅成王论劝朱棣退军。靖难后，高咸宁因此被抓来见朱棣，朱棣不仅没有怪罪他，反而享受他官做。高咸宁当然言辞拒绝了。纪刚也曾经劝说过他，但也被高咸宁拒绝了。后来纪刚为他在朱棣面前说了好话，才将他放归乡里。永乐8年，纪刚给朱棣呈上一份准备赦免的囚徒名单。朱棣从密密麻麻的名字里一眼瞥见一个人的名字，就问了一句：“晋犹在耶？谢晋还活着吗？”擅长察言观色的纪刚立刻领悟皇帝的意图，回答道：“今晚就死。”当天晚上，纪刚回到监狱里，用酒把谢晋灌醉，随后命人将他埋在积雪当中。这位才华横溢的大明第一才子就此被活埋了。纪刚之所以被朱棣重用，原因正在于此。纪刚善于揣摩朱棣的心思，很多事情甚至不必朱棣主动吩咐就能把它办成。对于君王来说，纪刚无疑是一把好用的快刀，用这把刀甚至不必脏了自己的手。纪刚之败也非常具有大明特色。纪刚不是死于官员们的弹劾，而是死于宦官。宦官们向朱棣告发纪刚想要谋反，他们上报纪刚的罪行，除上述那些尽人皆知的事情外，又说纪刚在家里蓄养亡命之徒，还制造刀剑甲弩等武器。端午节的时候，纪刚朱棣组织了一次射柳大赛，纪刚玩了一把指鹿为马的游戏。他交代庞英将他故意射歪的柳枝折下来，就说他射中了，他要看看还有没有人敢站出来揭穿他。果然，庞英按照他的吩咐照做，在场所有的人没有一个站出来揭穿他。宦官们据此说纪刚有不臣之心，这些奏报不过捕风捉影，并未有实据。但朱棣还是煞有介事，命令给事中、御史廷和、下督察院按治。于是纪刚的种种恶行被全部列出，终至身死家破的下场。纪刚毕竟结怨太多了，一旦为朱棣所抛弃，必将被群臣置于死地。后来他果然被指为谋不轨而处死，这很可能是一起冤案。但是不是冤案已经不重要了，原先的刀已经脏了，朱棣无论如何都想再换一把。永乐14年7月，纪刚被抓，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凌迟处死，家属之中无论老幼都被流放边疆。自古帝王大多是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走，狗烹。即使纪刚不犯错，也难免之后不会被秋后算账，更何况他自己主动将无数把柄交到朱棣手里呢？